努比亚 Z60 Ultra 领先版和努比亚 Z60S Pro 卫星手机是努比亚新发布的2款产品，它们在软件层面，也就是 AI 方面，还有处理速度，也就是硬件方面，还有影像硬件方面呢，都有升级。那这回呢，就把它们俩放在一起一块聊一下。虽然说我们是提前拿到的手机，但是您将看到的就是它们的真实表现。我们 ZPH 也能聊任何我们想说的话。欢迎收看 ZPH。非常感谢您的点赞和加关注，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谢谢大家了。作为努比亚的手机呢，肯定是很注重影像能力的。这两台手机呢，也搭载了全新一代35毫米定制光学主摄。说到35毫米人文焦段呢，是每回聊努比亚手机都绕不开的话题。那简单来说呢，35毫米镜头焦段是每一个传统的镜头厂商、相机厂商都要努力做好，都要有当家产品的镜头焦段，也是每一个热爱影像的人心中留有位置的经典焦段。每期我都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我这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吸引大家能参与到手机摄影中来。看完前面的照片，希望可以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两台手机的后摄焦段都列这儿了，它们都是主摄、超广角跟长焦镜头，但是焦段是不一样的。领先版这边呢是18、35、85三个焦段，在摄影里边呢是非常经典的3个焦段。卫星版这边是13、35、80焦段。现在是领先版的拍摄界面，直接给出了18、35、85三个焦段啊，并不像一般手机似的给的是1倍、2倍、3倍。那么最下面的18呢就是超广角，35是主摄，85是长焦。点击每一个变焦按钮还能出现小的数码变焦选项，这点也是很不错的。当然了，在拍摄界面里也是支持手指滑动变焦的。拍摄界面中还有人文街拍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直接给出了更多的焦段可以选择，在画面的下方还会实时显示当前的拍照参数，而且在滤镜库中的滤镜呢跟照片模式里的也是不同的。两台手机在机身侧面都有一个滑动开关，滑动这个开关呢就能快速的进入人文街拍模式，当然这个滑动开关呢也能自定义其他功能。卫星版的拍摄界面跟领先版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啦，那不同的呢就是焦段不同，卫星版是13、35、80焦段的。这里说一下两台手机都有的我喜欢的2个功能，一个是在人文街拍里边可以选择超宽画幅，这个功能呢致敬的是哈苏 X8 那台相机，画幅比例是65×24的。还有一个就是录像里的预录制功能，打开这个功能之后呢，你看有预录制10秒跟20秒的选项，它是干什么用的呢？譬如说在拍摄钓鱼还有闪电拍摄雨天的闪电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闪电什么时候来这时候你就打开这个功能一直录就行了。当闪电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先惊讶个几秒都没关系，然后再点击录像，此时视频只会保留你点击录像按钮之前的10秒或者20秒的视频，当然后边你就可以接着录了。这样的话呢，你的录像文件就小，也不用你回去过多的剪辑了。那下面咱们就正式的开始聊这两台手机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参数上说呢，两台手机的主摄就是一模一样的没错，它们的主摄就是一样的。按照厂家的介绍呢，他们用的都是第3代35毫米定制光学主摄，从样片的观感上看呢，也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也是非常的一致。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不出意外，两边的样片还是十分接近的。同样的，中心解析力也是不分伯仲。再说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两边也是同样优秀的。来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这一方面呢是35毫米光学主摄确实对边角画质的把控有天生的优势，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出来努比亚在做工的细节把控上，就是公差的控制上做得不错。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在解析力方面两边还是非常的接近，只不过呢它们和自己的普通模式比，在解析力方面都没有什么提升。再说超广角镜头，两台手机超广角的镜头差别还是非常大的。领先版这边采用了大底大光圈光学防抖的高像素硬件，那相比之下呢，卫星版那边的视角是更广的。从实拍样片上看，视角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一般呢，作为半拉废物的超广角镜头来说，只要能保证光学质量，一般视角越广越好。为什么要说半拉废物的超广角镜头呢？因为一般手机的超广角镜头在暗光下，也就是夜晚的成像水平跟主摄差得非常远。但是领先版可不是这样啊，它是一颗全天候的主摄级的超广角。那么这一点呢，咱们到了夜景环节再细说。两台超广角在样片的颜色风格上也是有差异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那中心解析力方面，由于视角差距过大，咱们只能各说各的啊。可以说他们在各自的焦段上解析力都做得不错。再看一组超广角的样片，色彩风格的差别呢和上一组一样。这次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中心解析力方面还是得分开看啊，毕竟焦段的差距太大了，表现呢都还可以。但是在镜组的光学质量上，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上呢，领先版的表现就非常抢眼了。无论是画质开始下降的范围，还是下降的程度，把控上都属于很上乘的表现。就算跟23、24焦段的主摄比都不怕啊。反观卫星版这边呢，它的等效焦段是13毫米，那确实是非常广，很难把控边角画质。但是这东西就怕比，跟领先版放在一起比呢，这就不好说了，是吧？这两台手机的超广角都是有高清模式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跟主摄一样啊。好消息是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的色彩一致性是非常好的。那不好的消息呢，就是解析力的提升基本没有。领先版跟卫星版超广角的高清模式都是这样的。再说微距的表现，两台手机都是有专门的微距模式的。开启后呢，它们也都是用超广角镜头数码变焦，也就是数码放大之后来拍摄。从实拍效果上看呢，貌似卫星版的微距效果还要更好一点点，放大比看着更高。但实际放大看呢，两边的实际效果差不多啊，解析力都还不错，在微距这方面呢，也算是够用了。再说长焦镜头，领先版的长焦呢是等效85毫米焦段，非常经典的焦段。卫星版这边呢是80焦段，也差不多。但是卫星版这边感光器参数呢，由于我是提前拿到的手机，数据呢可能有些出入啊，大家还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对比样片呢，从50焦段开始看，50呢对于其他手机来说呢就是2倍的变焦了，对于这两台手机来说呢是1.4倍，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两边样片从整体到解析力呢都是非常接近的，毕竟它们的主摄是完全一样的嘛。现在领先版是85焦段，卫星版是80焦段，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但是中心解析力方面嘛，领先版的优势很明显，毕竟领先版是1600万像素的，现在是170毫米焦段，中心解析力方面依旧是领先版的优势明显。现在是350毫米焦段的对比，它们都是10倍的变焦了啊，当然是数码变焦，相当于普通手机的15倍数码变焦。中心解析力方面依旧是领先版的优势非常明显。领先版的长焦镜头是有6400万高清模式的，卫星版是没有高清模式的。但是可惜的是呢，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比呢，解析力也是没有什么提升的。再说前摄，两台手机的前摄呢，也是这两台手机最大的区别之一。领先版用的是全新一代屏下前摄技术，按照厂商的介绍呢，是第6代屏下前摄技术。手机的正面看起来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观。这人就是这样啊，本来挖孔屏用的好好的，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一看到全面屏，一看到屏下前摄之后，这么完整的屏幕，这一下子就回不去了。那卫星版这边呢，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屏幕挖孔前摄。
从实拍效果上看呢，领先版的自拍效果确实和前几代屏下前摄技术比呢，确实是进步了。但是有一说一啊，如果要跟传统的挖孔屏前摄比呢，画质还是差一些的。但是呢，如果你只是用于视频通话、身份验证这一类的，肯定是足够了。那卫星版那边的自拍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它的自拍水平还很高，无论是整体的色彩、背景的颜色，最关键的是人物的肤色都是很好看的。现在是前摄录像的效果和自拍一样，领先版满足日常需求肯定是够了，那卫星版呢自然是更好一些。不过两台手机在防抖方面都可以再优化一下，毕竟相对于解析力来说呢，色彩跟防抖是最容易通过 OTA 升级来不断改进的。再说人像拍摄，那聊到这儿呢，又到了35毫米焦段主摄的优势上来了。之前几代努比亚手机在人像拍摄上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首先35毫米焦段就非常适合拍摄人像，那毕竟是经典的人文焦段，怎么可能不善于拍人像呢？这两台手机的主摄是相同的硬件，拍摄出来的人像在照片的观感上也是非常接近的，人物的肤色好看，磨皮美颜是稍微有一些的，但是看着不油腻，而且背景虚化做得也很自然。现在是长焦人像的表现，领先版的长焦是85毫米焦段，也是经典的人像焦段，很适合拍摄人物肖像，照片的观感比主摄看起来更稳重。卫星版的长焦镜头是80毫米焦段，和85很接近，拍摄出来的效果和主摄的风格类似，两边的人像拍摄效果都属于上乘的。35毫米主摄除了白天人像的表现力优秀以外呢，更让我喜欢的是它的暗光人像，因为它毕竟是主摄，是手机里最擅长暗光拍摄的镜头。这两台手机的主摄是完全相同的。现在看到的照片呢，就是这两台手机我在夜晚和朋友喝酒聊天时拍摄的照片。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两台手机拍摄的人像效果让大家都很开心，得到了一致好评。而且这几张照片还都是夜晚的逆光照片，而且依然有不错的人像表现，背景跟焦外的处理也很到位。那如果是顺光的话呢，人物的光彩会更好看。之前几代努比亚的夜景人像就没让我失望过希望厂家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发扬光大。再说直出宽容度的表现，简单来说呢，这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直出宽容度测试环节的表现都可以用稳定二字来形容。在各种环境、各种难度的场景下，主摄和超广角亮部的表现都没有过曝，树枝跟天空的分界也很自然，暗部都很纯净，没有噪点，没有偏色的情况，细节保留也很完整，水平还是很高的就是稳定。那如果非要再找点可以进步的空间的话呢，就是暗部，如果能再暗下来一些，再压下来一些就完美了。再看夜景的表现，两台手机都能做到永久的关闭自动夜景，这点非常好。从前两个场景看，主摄的表现两台手机做的都不错，超广角呢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差别还不是很大。但是到了有难度的场景，领先版的超广角开始发挥威力了，成像水平直逼主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非常好。卫星版那边的超广角表现，老实说已经很好了，因为毕竟是直出嘛。但是这事儿就怕比，和领先版相比差距还是有的。两边的主摄由于是相同的硬件，目前还不分伯仲。现在是长焦的对比，两边的表现都还不错。现在是170毫米数码变焦的表现，两边依旧是非常接近的。来到了昏暗的城市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依旧没有问题，超广角的细节呈现差距呢就被拉大了。从祖传神树场景开始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已经到了极暗环境了。主摄的表现两边都挺好，超广角的细节呈现差距十分明显健身季场景，现在路边的树叶非常茂盛，光线很弱，难度极大。此时两台手机的主摄也出现了差别，领先版的细节呈现明显更好，应该这是它搭载的骁龙8G3领先版处理器在发挥威力。最厉害的还是领先版的超广角，居然能在这个场景拍出细节，而且是非常多的细节这颗超广角就是一颗堪比主摄的超广角镜头。负责任的说，这是我们评测过所有手机中最棒的超广角镜头。而卫星版那边的表现呢，就是其他手机超广角的正常水平。树林小路的场景没有悬念，主摄领先版的细节呈现依旧很充分。别忘了这颗主摄的尺寸并不大，那老观众看到这儿应该能够感受到这台手机的水平了。而卫星版呢，应该是吃了骁龙8G2处理器的亏，不
不过呢，这台手机的亮点呢，并不在影像，它是主打双向卫星通话通信的。当然了，超广角的细节呈现差距依然是非常巨大的。最难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主摄的差距依旧啊，而领先版的超广角依然能在这个场景拍出细节，我也是服了。两台手机在录像上的区别也是比较大的，领先版的所有镜头都支持 4K 120帧录像，主摄还支持 8K 30帧。卫星版的主摄跟领先版是一样的，但是超广角呢只支持 4K 60帧，长焦呢是不支持 4K 视频录制的。现在是主摄默认设置的手持录像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清晰度、色彩两边都不错，但是防抖是领先版的更优秀。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在防抖、色彩清晰度上做的都挺好的，视角呢肯定是卫星版的更广。现在是50焦段的表现，相当于一般手机的2倍焦段，它们也都是数码变焦了，两边的色彩很接近，解析力都不错，但是领先版的锐化稍微重一点。现在领先版是85焦段，卫星版是80焦段，颜色是有区别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清晰度都还不错，防抖是领先版的更优秀。现在是170毫米焦段的对比，它们都是长焦头的数码变焦。颜色方面，我感觉卫星版的颜色还不错啊，但是防抖跟清晰度都是领先版的更好。现在是夜晚主摄的表现，两边的清晰度都挺高的啊，但是防抖我倒觉得是卫星版的稍微好一些。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没有悬念，肯定是领先版的更好啊。现在是夜晚长焦镜头的表现，两边还都是用长焦镜头直接拍的啊，清晰度都很高，防抖领先版的更好。两台手机的外观都是偏硬朗的，但是相比之下呢，领先版更是硬朗。正面的屏下前摄让手机正面看起来很规整，背面的后摄造型看起来很威猛。那相比起来，卫星版虽然说也是直屏直板手机，但竟然被衬托出了柔美哈。那大家更喜欢哪台手机的工业设计呢？两台手机的侧面都有一个物理滑动开关，在熄屏的状态下滑动就能进入人文街拍模式，当然也可以自定义你想要的功能，比如手电啊、录音机啊、游戏空间、静音等。硬件方面，领先版采用的是最新的屏下前摄技术，最新的骁龙8 Gen 3领先版，6000毫安时的电池 ，IP68 防尘防水。卫星版首先它是卫星通讯手机，双向的卫星通话、双向信息，骁龙8 Gen 2，5100毫安时的电池。此外呢，两台手机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有 AI 辅助功能，整合了星云 AI 大模型，方便我们的出行、翻译、同声传译、创意写作等生活和工作场景。不过这些呢和硬件参数一样，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如果你在乎手机的影像体验、更强大的性能、更方正有力的外观，那 Z60 Ultra 领先版非常适合您。如果您更在乎的是手机的通讯能力、卫星双向通话通信功能、更好的自拍前摄质量、更实惠的售价，那 Z60S Pro 卫星手机显然更适合您。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更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